你敢相信这个柔软又拉丝的面包是面包机做的吗？我之前对面包机是有一定偏见的，我觉得面包机做出来的都是馒头。其实呢，是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对，只要用对方法，面包机一样能做出这样柔软又拉丝的面包，而且爆发力超好。第一次做出来就这么成功，它真的像棉花一样软，可以撕着吃。是不是家里的面包机都在闲置？赶紧拿出来用吧，我感觉它跟厨师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之前就有姐妹一直让我出一个面包机的教程，今天我就用百萃 PE8855 Pro 给你们做一个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和面刀，它是不锈钢的，不用担心漆面会脱落，用起来也更放心。我把具体的配方打在字幕上，你按照我这个比例和面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粉的吸水性不一样，如果你和我不一样的面粉，那你就得看面粉的吸水性。还有一个就是烫种，这个烫种加进去，它会让面包变得柔软湿润，放3天都不会变硬。配方里除了盐、黄油、酵母不放，其他的食材全部放进去，先打面。先选择和面模式，这个时长是20分钟，但是咱们正常搅拌均匀就可以，不用揉出手套膜。现在把它搅到没有干粉成团以后，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拿出来咱们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冷藏。冷藏水合的这个过程很重要，差不多就是1个小时就行。有好多姐妹可能就说水合1个小时太浪费时间了，但是你一直打面也可以，一定要控制好面温。这个面温如果升高了，你这个吐司基本上就失败了。水合1个小时拿出来，它就是一个粗膜状态。现在就能加黄油、盐和酵母，酵母一定要用1点水或者是1点牛奶把它给化开了再加，黄油也要软化了。现在还是继续打面。这个过程时间就有点长，因为咱们第一次只是搅成团，第二次就是得打出手套膜了。在打面的过程中一定要测面温，因为机器打面它这个面温特别容易升高。面打好了，它这个出缸温度大概就是26、7度，不能超过28度。然后现在面打好了，我给你们抻一下膜，能拉出这种特别薄的手套膜就可以了。拉膜的时候，你手的感觉就是这个面很软，延展性很好，一点都不紧，而且拉的时候也特别好拉。其实现在面团到了这个程度，就完全可以放到面包机里，一键自动出面包了。但是为了有那种拉丝的口感，还可以手撕的那种，咱们就把它再擀2次卷。分2个面团，让它先放着松弛15分钟，松弛时间到了，做第1次擀卷。这个其实就和我之前做面包是一样的了，你把它擀成一个牛舌状，然后翻面，把边上的气泡都拍一下，然后从上往下卷，也是卷到最下面的时候把下面扒薄了，然后把接口的地方捏严。第2次再松弛，这个松弛时间差不多也是10几分钟吧。如果你怕面温升高的话，这一步就把它放到冰箱里松弛。松弛好了，现在就是第2次擀卷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它稍微有点黏，那咱们就在表面拍点干面，揉面垫上也拍点干面。一面擀完了翻面，如果觉得这个长度和宽度不够的话，那咱们就稍微再擀一下。然后如果边上有气泡，还是把它拍破了，从上往下卷，不要卷得太紧，卷得太紧影响发酵，烤的时候也特别容易烤裂。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把那个接口处朝下，然后2个都做好了，把它放到面包机里发酵。现在真的感觉面包机揉面和厨师机是一样的，都能有那种想要的手套膜。现在选择发酵1个半小时，发到8、9分吧，拿出来刷一层牛奶或者是蛋液也行。全部弄好了，还是放回面包机，选择一键烘烤，这个就是30分钟就好了。而且它这个是双管加热，上色也特别均匀。如果你不想手揉面，又不想买厨师机，那你完全可以选择面包机。